俄方还翻找出了今年2月7号，即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前，美国总统拜登的一段言论，以此推断是美国蓄意而为。If Russia invades, that means tanks or troops crossing the border of Ukraine again. Then there will be no longer a Nord Stream 2. We will bring an end to it. 对此，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试图在周3的记者会上进行解释。Look, the president said that NS2 wouldn't become operational, and we would work with Germany on that. And he was right, because Germany took the step in February to freeze it, which was widely reported by all of you. And so that is what the president was talking about at that time. 外界注意到，拜登这番有意停用北溪天然气管道的言论，在美国内也引发一定程度震荡。偏向共和党的电视台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针锋相对地指出，拜登2月份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能被认为是偶然随便说的，尤其是考虑到使用的发言稿，这从侧面反映拜登政府蓄意摆脱这条由俄罗斯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管道已久。He didn't say, I will pause the delivery of gas from Russia to Germany. He said, there won't be a Nord Stream 2. We'll put an end to it. We'll take it out. We'll blow it up. How will you do this? He was asked. I promise you we will be able to do it. Close allies of the Biden White House, Radek Sikorski is a Polish politician. So when the pipelines blew up, Sikorski responded immediately. And here's what he wrote. Thank you, USA. 在北溪1、2号天然气管道被炸之后，俄罗斯第一时间就把矛头对准了美国，要求美方就这件事情做出回应。那对此您怎么看？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确是非常有意思。在并没有任何证据，甚至是也没有做出任何调查之前，美国与欧盟第一时间就把矛头对准了俄罗斯，认为是他们策划并实施了这一起袭击事件。那么对此，美欧的理据是，俄罗斯想通过这个措施，来在今年寒冬即将到来之前，进一步抬高欧洲的天然气价格，造成欧洲能源供应进一步紧张，并以此来打击欧洲的民心与民意，让他们站出来反对欧盟支持乌克兰与介入俄乌战争。同时，他们还认为，炸毁北溪1、2号管线之后，俄罗斯就可以以发生了不可抗力事件为由，名正言顺地停止向欧洲供气，并且逃过相关违约责任。同样，俄罗斯也在第一时间内将美国当成了怀疑对象，因为美国不仅是北溪1、2号管线被炸毁的最大受益方之一，而且拜登本人还曾经公开威胁过要终结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我个人认为双方的相互指责行为其实都是屁股决定脑袋，政治立场凌驾于事实之上的做法。不过，由于双方的体量都摆在这里，无论是美欧指控俄罗斯，还是俄罗斯指控美国干的这件事情，都不意味着一方会为此采取公开直接的军事手段来报复另外一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将会船过水无痕。我个人认为，由于北溪1、2号天然气管线被炸是冲着俄乌冲突而来的，它等于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也就是某一方正在企图通过背后下黑手的方式来打击另外一方。接下来，埋在地底下与海底的所有天然气与石油管线，以及海底电缆，还有其他基础设施，都有可能会成为对方下黑手偷袭的目标，甚至不排除还会有另外一方针对对方国土上的核电站来下黑手。也就是说，国家恐怖主义的这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了，未来的世界将不得安宁。